我觉得我确实要自省一下。我以前也总劝人啊，有矛盾的时候要多沟通啊，多理解，特别像是居委会大妈劝两口子和好的时候一样，主打一个正能量。后来我发现啊，光有正能量它不解决问题啊，而且经常是越沟通越有问题。于是我又发现萧伯纳说的可能是对的。他说，沟通最大的问题在于人们会想当然的认为已经沟通过了。这种想当然正好是一种直觉上的陷阱。比如你说，嘿，你不要总是穿裙子出门好吗？别人总盯着你看啊，我会不舒服。作为表达的一方啊，你直觉上可能觉得自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有表达你的感受，也提出了需求。那么听到你这么说的，他对此的理解会是什么？可能是他觉得我穿裙子过于性感，他对我缺乏安全感，担心我会被别人抢走，他古板封建，不懂什么叫穿衣自由，他是个大猪蹄。而对方可能是这些理解里面的任何一种，甚至有可能5、6、7、8种啊。再比如你说，你不要总是打游戏好吗？我不喜欢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老是打游戏。同样直觉上你会觉得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对方的理解可能是他觉得我打游戏很幼稚，他觉得我打游戏吵到他了，他觉得我不够在乎他，需要我多哄他，对他表达关心，他无理取闹，干涉我的正常爱好。同样，对方的理解很有可能是任何一种，甚至5、6、7、8种。类似的场景其实在亲密关系中，包括和父母的沟通中其实会大量的出现。一边觉得自己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另一边也听清楚了，但是在理解中就是会跑偏，理解跑偏了，执行也会跑偏。比如刚才说男朋友不喜欢你穿裙子的理解如果女生的理解是1，那么她有可能不再穿裙子，但依然会穿吊带。如果她的理解是2，那么她可能会更多的对男朋友表达在乎，花更多的时间和他在一起来给他安全感，但依然会穿裙子。如果她的理解是4，她会骂你。打游戏的例子也是一样，如果男生的理解是1，他也许会放弃打游戏，但是会去刷短视频。如果他理解的是2，他会尽可能不在你眼前打游戏。如果他理解成了4，他会裂开。OK， 真的这么复杂吗？没错真的。《沟通的艺术》这本书里面指出我们通过沟通想要满足的需求是十分多元的。有些需求是显性的，比如不要打游戏；另一些需求是隐性的，比如我希望你更多关心我。要命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的隐性需求不会去说出来，更要命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的隐性需求是什么。对不对？男生未必真的意识到自己不喜欢女朋友打扮的背后是不是有不安全感，还是他真的不能接受某种穿衣风格。女生也只是感觉到男朋友打游戏的时候自己被冷落了，但她未必清楚这种冷落该到底怎么解决，她需要的热情和关爱应该如何呈现。人们觉得说的很明确了，但实际上也只说出了一种很模糊的感受和需求。正因为如此，也就有了透明度错觉这个概念。可能用现在的话叫做颗粒度错觉，理解起来会更方便一点就是说，我们会本能的高估我们表达心理状态的清晰度，也同时高估对方理解的清晰度。说的更通俗一点就是你心里想的是100%，嘴上讲出来是80%，别人听到的是60%，听懂的是40%，最后执行出来是20%。所以最后偏差了80%，我们往往看不到，甚至感觉不到这80%是如何消失的。于是我们就很容易归因在对面不懂我，不懂等于不爱。所以有一种说法很有意思说2个人在交流的时候，其实是6个人在交流。你以为的你，你以为的他，他以为的你，他以为的他，真正的你和真正的他，好吗？既然问题出在透明度错觉，那么是否有办法可以消解掉这种透明度错觉呢？是的，我们 always 有办法。首先在心态上，我们最好要有一个习惯，就是降低再降低自己对于对方能够理解我这件事情的期待。说难听点嘛，就是你不能把对方的智商想得太高，好吧？就是我们才是对自己的情绪感知最敏锐的人，另一个人不可能比我们自己更懂自己，是吧？上面也说了，我们经常是不能够把自己的想法完整清晰地表达出来的，所以对方不懂很正常。注意，降低期望值不是摆烂不是说对方听不听懂我不管了。降低对方能理解的期望值，其实是对沟通结果负责的一种体现。关键字是沟通结果负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我们会本能的觉得我说清楚就可以了，剩下的对方自己去理解嘛，他应该要理解。特别亲密关系这就是把沟通结果的责任丢给对方。但是你细品，有沟通需求的是我们其实是需要对方来配合我们理解。所以对方如果听不懂做不好，需求不被满足，更难受的其实是我们。
所以讲道理，主动的去承担沟通结果的责任，其实没坏处。对吧？当有了这个意识的时候，我们就会关注到对方在沟通中理解到了哪一步，我们也会自然的提高我们表达的清晰度，对吧？你总觉得对方可能没听懂嘛，那自然就会想方设法的讲得更明白。比如我希望女朋友不要打扮得太性感，我就会认真的去想，她穿什么样的衣服会让我觉得不爽？除了裙子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是不是还包括了其他洋气的衣服？我也会认真想我的这种不安是来自于什么？真的只是穿着吗？还是我对他这个人不够信任？他有没有其他的地方做过类似的事情让我不安？我甚至会想，那我去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会不会抵触上来会不会觉得我在控制他？我应该从什么点去切入去解释？以及如果他愿意理解并且配合我，我应该如何向他表示我的感动和珍惜？比如做个惊喜送给他等等。看到没有？基本上到这里才能算得上是清晰无误。好，第二个就是确认和追问。同样是对沟通的结果负责。当你不确定对方是不是已经理解清楚的时候，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追问和确认。其实有一个电影桥段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你给翻译翻译，什么叫惊喜？翻译翻译，什么叫惊喜？这还用翻译？我让你翻译给我听，什么叫惊喜？不用翻译，就是惊喜。难道你听不懂什么叫惊喜？我就想让你翻译翻译，什么叫惊喜？惊喜翻译出来给我听。惊喜就是3天之后我出180万给你们重生剿匪，接上我的腿，明白了吗？当然，如果你觉得这样讲话太刺激了，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温柔的版本。你给翻译翻译，什么叫保证？翻译一下什么叫保证吗？这还用翻译？对啊，我就想知道到底什么叫做保证。不用翻译就是保证吗？你听不懂什么叫保证？哎呀，我就是想让你翻译翻译什么叫保证。保证嘛，翻译出来给我听咯。保证就是老婆永远是对的，如果老婆是错的，按第一条执行，明白了吗 ？OK。不要觉得麻烦当你要删个文件的时候，电脑还会跟你确认一遍 yes or no， 对吧？所以两个活生生的人聊得深一点透一点，把颗粒度对齐，很合理。好，最后就是落实方案。一般来说，我觉得这步并不是必须的，可以作为一个可选项来考虑。方案就是以后该怎么做，得有个依据嘛。一个好的方案是怎么样的？是可执行的。比如你跟一个打了20年游戏的男生说，你明天立刻给老娘把游戏戒掉，这就肯定不太好执行，他多半没办法答应你，即便是勉强答应了，也极有可能是阳奉阴违或者心里有怨气。所以换过来可执行的方案，比如你希望适当限制一下他打游戏的时间慢慢的戒，或者打游戏可以但不能耽误正常的工作约会。打游戏的时候，如果你需要找他，那么他最好要及时的回应。说了这么多，可能有同学会觉得沟通很累，让对方真正的理解我、懂我，就真的这么难吗？没错，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我们会认为沟通应该是辅助执行的一种手段，它不应该占用精力的主要部分。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只有沟通好了，其实执行起来才会快。而正因为透明度错觉的存在，所以很多时候沟通不好，特别是对于亲密关系，我们会本能的认为对方就是应该要懂自己。正是因为这种期望，会让我们高估自己表达的准确性，从而导致误解，也有误解导致伤害和失望。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时刻的提醒自己把对方当成一个独立的、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个体，去对其信息和感受上的颗粒度。这看似麻烦但其实也是从根源上避免了更多的误会所带来的麻烦，不是吗？而且我认为其实这么做还有个好处，就我们不总觉得对方不懂我、不在乎、不爱吗？其实当你真的把颗粒度对齐了之后，这个问题的答案会瞬间变得清晰。就我们充分沟通了你也理解了，然后你是否愿意照顾我的感受，做出我期待的行为，才更是他是否在乎你的证明。